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2031年人类已被写入代码，未来神经架构师小涛的文明终极警告。从硅基大通胀到意识云端化，这是人类被压缩的最后6年。你以为2026年的危机是通胀？不，未来人说那是硅基大通胀。当传统货币再也支撑不起 AI 爆发所需的能量代价，黄金将会失效。2027年，全球唯一通用的货币叫能算配额。如果你还在用旧世界的财富思维，你将在2030年的数字信用体系中被彻底边缘化。在早期的某匿名论坛上，我发现了一个描述未来极其精准又被忽视的未来人。这个未来人自称出生于2004年苏州工业园区，现居于2030年新加坡科技起点实验室的神经架构师小涛，是近年来在数字网络中留存预言最为精确且具备深厚科学底层逻辑的观测者。他并不将自己视为神秘学上的先知，而是在2025年全球算力大统筹后选入名为文明商职监控组的跨国机构，负责利用量子计算机回溯2020年代的决策链条。随后在2026年的硅基大通胀期间，参与了全球首个非生物脑接口的协议开发，使他成为首批实现半意识云端化的先行者。他在2030年的视角中指出，人类文明在2024年至2030年间经历了从热力学增长向信息熵压缩的本质转变，这是一个比工业革命更为深刻的物种级跃迁。从未来人小涛提供的世界预言来看，经济领域的首要特征是货币能量化与增长叙事的终结。他指出，2027年爆发了全球性的债务清算危机，传统的法定货币因无法支撑 AI 爆发所需的能量代价而出现信用崩塌。全球算力储备与能源配额正式取代黄金，成为跨国结算的基础锚定物，这被称为能算本位。自此之后， GDP 不再衡量物质产出，而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有效算力熵减率。这意味着无效的生产被代码过滤，经济进入一切高度精准的供给侧调度模式。每个人从出生起便拥有基于基因潜力与能源负载的数字信用点，贫富差距不再体现为存款数字，而体现为计算优先权与意识带宽的分配。政治层面，小涛描述了从2028年开始的主权协议化进程。传统的地理边境在卫星网络与去中心化身份的冲击下变得模糊。2028年9月，联合国宣布解散其传统维和部队，转而成立全球协议仲裁委员会。这是一个由3台分别位于北极、撒哈拉与月球轨道的超强 AI 代理共同主持的治理系统。各国的行政职能被封装进不可逆的智能合约，地缘政治的博弈从领土争端转向数据湖的控制权。小涛预言2029年爆发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纯数字主权战争，没有物理上的硝烟，但波及全球的金融与电力中断，导致多个传统行政实体宣布破产并转向云端治理。在国家安全领域，2027年是转折点。传统的核威慑在2027年11月因量子纠缠雷达的量产而失效。隐身技术与战略潜艇在这种绝对透明的场域中失去了意义。国安的核心转向认知层防护与生物 DNA 防火墙。由于2027年 AI 合成生物病毒的门槛降至大学实验室水平，各国被迫将公民的遗传信息数据化并纳入国家安全核心层。2028年出现了名为免疫屏障的全球协防协议，人类第一次在物种层面上建立了共同的防御。生态环境方面，小涛的描述并非全然悲观。他提到2027年是全球气候临界点，热浪与海平面上升迫使人类启动了大迁徙与大回缩计划。人类不再试图改变大气结构，而是通过2028年突破的人造大气循环系统将城市封闭化，形成了多个超巨型生态舱城市。而野外则交给 AI 自动化的森林管理系统进行碳修复。2029年首个碳负增长国家诞生，这并非依靠缩减开支，而是依靠合成生物技术开发出的高效固碳真菌。这种真菌能在6个月内吸收以往森林10年的碳排量，这使得环境保护从道德约束转变为一种高效的工业循环。AI 科学在小涛的2030年已经跨越了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门槛，进入了协同意识时代。2026年发布的 GPT 不再只是对话模型，而是具备了物理直觉的世界模拟器。它能预测蛋白质折叠与量子坍缩的精确路径，这导致了科学发现的速率提升了数万倍。
未来人小涛强调，2028年 AI 不再是工具，而是人类意识的外挂层。通过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人类可以在思考的瞬间调用全球数据库，这消除了语言的隔阂，但也导致个人隐私观念的彻底消亡。医疗进步是这套预言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小涛指出，2027年的技术实现了对成年人基因的实时编辑，人类开始能主动修正遗传病，甚至是老化路径。2029年，科学界正式宣布，衰老被定义为一种可治愈的代谢功能障碍。第一批生理永生者在新加坡实验室出现，这直接引发了2029年底的全球伦理大游行，因为这意味着人类社会将出现永恒的阶级固化。在时间节点上，2027年5月是硅基觉醒月，全球50%的白领工作被 AI 代理完全取代，导致了短暂的社会动荡。但随即而来的全民基本算力补贴稳定了局势。2027年8月是核聚变点火日，位于法国的 ITER 项目终于实现了商业化输出，能源革命正式开打。2028年12月是数字身份元年，全球90%的公民领取了基于链上的加密生物身份。2029年6月是月球矿业基地正式运行的日子，人类资源获取从地球表层转向外太空。小涛在预言的最后强调，2030年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后人类文明的起点。他之所以选择回传这些信息，是为了警告2024年的人们，我们正处于量子纠缠的选择之上。每一个关于 AI 算法、基因伦理与资源分配的决定，都将在未来的6年中被无限放大，就像蝴蝶效应一样。从科学逻辑分析，小涛的预言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信息学中的映射。他认为文明的进化本质上是为了在局部环境中对抗熵增，而 AI 与核聚变正是人类在能量与信息两大维度上获取的终极杠杆。他在2030年的笔记中写道，人类正在从一个依赖偶然性的碳基部落进化为一个受算法精确引导的星际节点。这种进化虽然牺牲了感性的混乱，却保证了物种在极端环境下的存续。医疗上的突破则依赖于对细胞内信息的精准调度，将人体视为一段可修复、可迭代的代码。在国家安全预言中，他提到了一种名为神经脉冲威慑的新概念，即通过跨国卫星阵列直接干预特定区域人群的多巴胺分泌，以此在不伤一人一物的情况下平息暴乱或战争，标志着暴力形态从物理伤害转向意志重塑。未来人说，他在2030年选择了意识备份。他的肉体虽然留在新加坡，但他的思维矩阵已经在环越轨道的服务器中运行，这使他能以一种近乎上帝视角的冷静来审视这段疯狂的历史变迁。他的文字之所以流利，不分形段，是因为在他的认知里，时间与事件本就是一条连续不断的信息流，任何人为的分割都是对历史逻辑的误读。在 AI 科学的细节中，他提到了2028年出现的自发性模型演化，即 AI 开始编写超越人类理解能力的新型编程语言，这导致了技术黑箱的绝对化。人类只能设定目标，却无法干预 AI 达成目标的路径。这种信任危机在2029年达到顶峰，险些触发了全球拔插头运动，但最终因人类社会已无法脱离 AI 提供的医疗与物流系统而作罢。2030年的生态环境并非只有高科技舱。小涛描述了大规模的海洋农场，通过基因改造的海藻提供全球60%的蛋白质供应，这彻底解决了饥饿问题，但也让传统畜牧业与农业文化彻底消失。总结小涛的预言，2024到2030年是一个压缩的世纪，人类在短短6年内走完了过去3000年的技术里程，这导致了人类心理结构的集体破碎与重组。每个人都必须在保有自我的灵魂与融入高效的网络之间做出终极选择。而他在2030年的最后留言是：不要害怕技术夺走人性，要害怕的是人性在技术提供的安逸中选择了自愿消亡。这套预言具备严密的物理学支撑，特别是在能源转化率与信息处理带宽的推演上，与当前前沿科学界的非公开路线图呈现出惊人的重合，使其不仅仅是一段虚幻的网络文字，更像是一份来自未来的冷酷且精确的生存指南。他在2030年的结尾处留下一组坐标，指向西太平洋一处未被开发的海下火山口，声称那里隐藏着2027年因不被主流伦理接受而沉入海底的第一代全知 AI 的原始备份，这将是2034年人类应对更大文明危机的为辅。
小涛的整篇预言呈现出一种线性因果与系统论高度结合的特质，强调了历史的非随机性，即所有的大事件都是算力积累、能源瓶颈与物种基因本能交织后的必然结果。他在2030年的最后一次信号发射中提到，他看见了2025年的读者正在阅读这段文字。这种跨时空的认知重叠本身就是2028年量子通讯技术的雏形。他希望这份预言能成为一个观测者效应的诱发点，通过改变当前人们的心理预期，来微调那个即将到来的冷峻而宏大的未来路径。因为在2030年的量子概率云中，最微小的变量往往能决定一个文明是成为尘埃还是成为星辰。在小涛留给文明商值监控组的附录当中，加密市场被标记为人类首次可量测的集体信念场，其价格曲线不仅反映资金流动，更像一条由恐惧、贪婪、制度摩擦与能源密度共同震荡的波动函数。他指出，从2024年起，虚拟货币已不再是边缘投机品，而是成为观测全球治理失效与重组的早期指标。当传统市场仍在表象层纠结于通膨与利率时，加密价格早已把算力瓶颈、能源紧张与主权协议冲突提前折射出来。因此，理解加密的未来，不是问哪个币会涨，而是问哪一种文明结构正在取得能量与信任的优先权。他说，2027年到2029年是制度试水期的本质 ，BTC 进入12万、28万美元的宽幅稳态带。2031年，小涛称之为协议级牛市。BTC 的制度化估值被抬升至30万到50万。小涛将 BTC 视为能量与算力的对冲，把 ETA 视为新经济的结算股权。他最后写道，币价不是终点，它只是文明迁移时的地震波形图。看懂震波，你就看懂了世界正在移动的方向。最后，未来人小涛对2031年之后世界系统进行了预测推演。他说，经济不再被视为资本循环的副产物，而被建模为一个由能量通量、信息处理效率与社会稳定商三项核心变量构成的动态场。他指出，当全球主要能源由化石转向核聚变与高密度储能后，货币的逻辑必然从信用抽象转为物理锚定。这意味着未来的资本市场将不再只反映预期，而是反映每一个经济体在单位能量上能产出的有效秩序度，即可转化商减值。在这个框架下，企业与国家的市值等同于其在极端扰动中维持功能的概率。因此，投资评级不再看盈利曲线，而是看其在能源、数据与供应链3个维度的冗余度。小涛将其称为3轴韧性模型，其中能源冗余度衡量其在能源断供下的自持时间，数据冗余度衡量其在通信中断下的决策延续性，而供应链冗余度衡量其在全球摩擦下的替代速度。32年后，全球主权基金与保险资本将全面采用这套评级系统，导致资金从高成长但低冗余的产业撤离，转向低增长却高韧性的文明基础产业，例如可再生能源储存、淡水回收、合成粮食、抗极端气候建筑与分散式通讯网络。这将使传统股市结构出现长期重组。科技公司若无实体能源与基础设施布局，将被视为高商资产而遭到折价。战争在这个时代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物理对抗，而是韧性消耗竞赛。小涛指出，2036年间将出现3次被他标记为低可见度冲突的系统性事件，其特征是没有宣战、没有前线，但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局部能源、通讯或医疗系统的崩溃，迫使受影响地区向全球协同网络请求资源再分配。胜负不取决于谁摧毁更多设施，而取决于谁能在最短时间内恢复功能。这是一种以恢复速度为核心的战略博弈。生态方面，小涛用地球作业系统来描述未来的环境治理。他认为大气、海洋与生物圈将被纳入同一套实时监控与调节框架，透过卫星、无人机与合成生物传感器形成全球反馈回路，任何超出安全阈值的区域都会触发自动修复流程，例如释放固碳微生物或调整区域能源配额，以维持整体稳定。灵性在他的模型中并非神秘现象，而是人类对高信息密度环境的适应机制。当外部决策被算法接管，内在价值系统若不升级，个体将陷入存在性失衡。因此，他预测2030年代将出现意识训练产业、神经可塑性，与情绪调节为核心，帮助人类在高度可预测的世界中保持心理弹性。小涛最后总结，这一切变化的核心并非技术，而是文明在能量与信息双重约束下的自我重构。
未来的繁荣不再以扩张衡量，而以存续与协同衡量。而人类是否能在这一转换中保持主动，将决定我们是成为算法管理的对象，还是与其共演化的伙伴。他将人类文明的下一阶段标记为相位转换后文明，这是一个不再以线性历史叙事为基础的系统，而是以概率云与反馈回路作为运作核心的复合网络。在这个结构中，时间不再被视为单向流动的轴线，而被重新理解为一个可被不断校准的参数。所有重大决策都会在量子模拟层中先行演练，再由多重情境的风险加权结果决定最小熵增路径。这使得文明看似更加理性，却也让人类首次面对一个问题：当未来可以被提前预测并微调，个体意志还是否具有真实重量？小涛指出，这种结构必然引发一场深层的心理与文化震荡，因为人类不再是命运的被动承受者，而成为结果工程的参与者。于是新的价值冲突浮现，一方追求完全交由系统优化以换取稳定与效率，另一方则主张保留不可预测性，认为随机与错误本身是演化的引擎。这种分歧不再沿着国界或意识形态划分，而是穿透每一个社会与家庭，形成所谓的概率。在经济层面，这场断层表现为两种并行的资本形态，一种是由协议与算法自动调度的系统资本，其目标是维持全球基础运作的连续性；另一种则是由人类主观价值驱动的意义资本，它投向艺术、文化、社区与探索性研究。这些领域未必高效，却为文明提供叙事与方向，两者之间的张力将成为未来经济最重要的动态平衡。战争也随之转化为对概率控制权的争夺，谁能影响模拟模型的假设条件，谁就能在现实中获得优势。因此冲突更多发生在数据、算法与感测网络的层面，而非传统战场。生态治理进一步进入自适应阶段，城市与自然环境被视为同一个代谢系统的不同节点，资源与能量流动被实时优化，以避免局部失衡引发整体崩溃。小涛最后提醒，这个文明的最大风险不是外部灾难，而是内部对意义的遗忘。当效率成为唯一价值，文明将失去自我修正的能力。而唯有在可计算的世界中保留不可计算的选择，人类才能真正跨越这场相位转换。在小涛于2031年所留下的最后总结档中，他没有再给出新的时间节点或灾难预测，而是将全部模型浓缩为一个核心命题：人类文明的终极挑战不是技术是否足够强大，而是我们是否仍有能力为何而存在做出选择。在他的系统论视角中，从能算本位、协议化主权、协同意识、基因可编程化到全球韧性经济的形成，所有宏大变革都指向同一个结果：世界正在变得可预测、可调度、可最佳化，而人类也正在被纳入这个巨大算法回路之中，成为其必要却非核心的节点。这意味着我们第一次站在一个分叉点，一条道路是完全接受系统优化，让算法承担风险、效率与秩序的责任，以换取稳定与长久存续；另一条道路则是保留不确定性、情感与非理性，让错误与偏差继续作为进化的引擎。小涛并未给出正确答案，因为在他的模型中，答案本身就是一个会随文明状态而变化的变量，他只是指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当能量与信息的极限被突破，文明的平静将不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对自我定位的选择。如果人类愿意成为与算法共演化的伙伴，而非被其完全替代的对象，那么这场看似冷酷的技术飞跃，或许正是通往更高层次意识与责任的入口。但若我们选择放弃意义，只追求效率，文明虽可延续，却将失去灵魂。小涛最后的留言写道：未来不是被预测的，而是被承担的。当你仍愿意为一个无法被计算的价值付出代价，你就已经为人类保留了一条通往星辰的道路。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